回母校积善德的路上捡了个男朋友是一种什么体验？我以为我隐藏财力，单凭我迷人的外表、温柔的性格吸引了一个大帅哥，却没想到我早就是一只钻进他圈套的小白兔。风和日丽的早晨，还没来得及把时差倒好的我，就被我亲爹从床上挖起来，发配到母校完成任务。为了成为一名人人称赞的优秀企业家，我的老父亲可谓绞尽脑汁，这不用弄出一个什么腾达精英奖学金。作为一个漂亮又迷人的吉祥物，我就负责来签个合同亮个相。打着呵欠走到楼下，迎面来3个女生。天啊，刚刚3楼遇到的那男生真的帅惨了。要不是我今早为了赶灭绝师太的网络原理课没化妆，我刚刚一定要到那个大帅逼的微信了。他那利落分明的下颌线真的太可以了，他拒绝人的样子都那么帅，帅逼，大帅逼。小姑娘们擦身而过，她们讨论的话题却让我瞬间清醒过来，一时没倒过来时差的迷糊，眼睛瞪得像铜铃。作为帅哥雷达，我这个终极颜狗可从不放过国内外任何一只帅哥。虽然我的脚步还在正常的迈向3楼的校长办公室，可我的耳朵已经完全沾上了那3个女生的话题。我收回我的注意力，这坚实有弹性的胸肌，这高过我1个头的身高，一袭白衣黑裤，看似清瘦的身材，实则一身紧实的腱子肉，白衬衣贴合着肩线，还有紧窄的腰身，黑裤包裹着那双笔直修长的腿。不好意思啊，我边道歉边抬头和他对视，原本流畅的动作在看清楚他的脸之后一下顿住。哟好，母校男生的质量在我走后完成了质的飞跃。没事吧？我声音宛若蚊啼。没想到遍阅世界美男的我竟然这一刻有一丝害羞。和我对视的他低垂着眼，微闭的薄唇，挺翘的鼻子，睫毛纤长卷翘，深邃的眼眸闪着光芒，棱角分明的下颌线，轮廓深刻而清俊。这男人简直是造物主的精心之作呀！刚才这一撞，我手上拿着的文件袋掉到了地上，面前这人先我一步，弯腰伸手一气呵成，而后将文件递到我面前。捏着文件袋的手指甲修得干干净净，手指修长白皙，指骨偏细，手腕上凸起的腕骨精致漂亮。我不由在心里尖叫，居然连手都这么好看。谢谢同学，走路要看路。我俩异口同声地说完，我再抬眼看他，恰巧看到他嘴角一丝似有若无的调笑，微上扬的嘴角，这简直是绝杀。我的心那一刻随着他的微笑就这样沉沦，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呀。小乔，到了有一会了吧？胖胖的校长站在办公室门口，笑得一脸和气的。哎呀，美色误人，差点忘了我还是个吉祥物。等签好文件，校长盛情邀请我一同去学校礼堂看看，说是礼堂有开学典礼暨临时赠楼仪式，来了很多业内人士和杰出校友。临近开始，礼堂里人山人海，校长被叫走做发言准备。我绕到礼堂侧面，打算随便看看就提早开溜，可却一眼看到坐在角落的大帅逼，我心里再一次感叹，这都是缘分啊！看准他身边的人起身离开，我一个箭步到了他旁边。同学，不好意思，旁边有人吗？等他抬头看我，我又迅速接了一句是你呀，好巧，然后自然地坐上大帅逼旁边的座位。3天内，我要让他出现在我家户口本上。啊，不是，这有点人口贩子感觉了。3天内，我要俘获他的心。姐妹们，我在母校看见了一个大帅逼，腰细腿长屁股翘，气质清冷高傲。我决定拿下他，想脱单的萌妹子，无图无证据，让我看看 JPG 会飞的皮卡丘，你不是刚留学回来，准备继承家产，怎么又去学校了？我说来话长，就回母校资助一波祖国的花朵，会飞的皮卡丘。所以你资助祖国花朵的路上还带辣手催花的，想脱单的萌妹子，霸道女总裁与穷苦大学生的绝美爱情。我什么女总裁？人家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孩子。我要去施展魅力了。周围突然响起一阵欢呼声，我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就看见大帅逼的头在我脸庞1拳之隔，这个角度的侧脸真是让人呼吸骤停的帅啊！重要的是他悦耳的嗓音还响起，台上是谁？我是交换生，刚来，不太认识。我灵光一闪，心里突生一计，不认识诶，我也是新来的交换生。好巧，真是好巧，这么有缘，那我们加个微信吧。巧？哪里巧？这缘分的红绳全是本仙女自己牵上的。过了1个多小时，典礼结束。这短短的1个小时里，我知道了她叫凌晨，她还夸乔芊芊这个名字很好听。我们一起走出礼堂，凌晨问：“你知道这附近哪有超市吗？”渴了想买瓶水，我回忆了一下校园布局，超市有，但是好像有点远，近一点的只有奶茶店。要喝吗？凌晨点了点头。那你带我去，我请你喝。啊，这为什么请我喝？凌晨似乎没反应过来我会这么问他，挑了挑眉说：“带路费。”真是在心里给他疯狂鼓掌啊！这神一般的带路费，我刚刚还在绞尽脑汁想如何在说完奶茶店之后，顺带发起一场礼貌又不尴尬的约会。约会这会儿踏着七彩祥云主动来了，我又可以了。等奶茶的间隙，我在群里分享我内心的狂喜和尖叫。
我真是绝顶聪明，一下就想到做他同学这么聪明的办法。这套路真是太有用了。大帅逼居然要请我喝奶茶，哈哈哈哈哈！想脱单的萌妹子，一脸懵逼点巨屁巨会飞的皮卡丘，说好的清冷高傲呢？我埋头夸赞自己的这会儿功夫，依稀听见凌晨在旁边接了个电话，摁了几声之后说了一句不了，再说。你是有什么事要忙吗？我放下手机，眼睛扑闪扑闪地望向他，女生就是要不经意地展露自信之美。没事，就是舍友问要不要一起回宿舍。奶茶好了，我们去那边坐吧。两人相对落座之后，我把吸管戳进去，满足地吸了一口奶茶的同时，一眼扫到门边巨大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大大的挑战杯3个字。这张海报在校内四处可见。我开口，大，本来想叫他名字的，可是刚刚在群里大帅逼的打顺了，张嘴就来。凌晨听到我的声音望向我，眼神里带着询问，那俊俏的脸庞真是摄人心魄。我像是被点了穴，支吾半天，伸手折指旁边墙上的海报，问道：林同学，你过来交换也是为了参加今年的挑战杯吗？真不是我以貌取人，就大帅逼这长相，这气质一看就是学霸，借由比赛寻找话题，我可真是小机灵。凌晨扭头看了看海报，你要参加？林同学一看就学习很厉害，应该早就组好队了吧？要一起组队吗？凌晨摇了摇头问道，微微扬起的嘴角和眼神里的自信真的好迷人。好，成功来的有一丝的简单，但不重要，我在追求胜利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啊。喝完奶茶回家吃饭，时间刚刚好，还没进门就听见老乔同志在客厅里发牢骚，你个小家伙，回国几天不见人，早出晚归的，眼里还有没有你爸？老爸，是您比较忙，总不在家，怎么能怪我呢？就你歪理，吃饭，晚饭时间我借机撒娇，爸爸我下周开始回学校选修金融工程。老乔听完一脸不可思议，你回去上学？最近受了什么刺激了？果然我爸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相信我有好好学习的天赋，不然他就不会怕我毕不了业，半路送我去留学。反正迟早都是瞒不住的事，索性一次性说清楚，毕竟之后比赛还需要借助亲爹的超能力。当然我一句没提大帅逼的事。行吧，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锻炼，也不指望你给我帮忙，不给我添乱就行。叮铃铃，起床。我靠着回想大帅逼的那俊俏的脸庞和迷人的嗓音，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挑战杯前，学校一般都会组织一系列课程，做赛前动员、专题培训等。要不是和凌晨约好，打死我也不来赶这么早的大课。我选了个中间靠后排的位置，无聊地往姐妹群里发着消息：早起努力的人最美丽，加油呀！想脱单的萌妹子，地铁老爷爷看手机点巨屁巨会飞的皮卡丘，这孩子追男人追傻了。你们这就是嫉妒，哼！想脱单的萌妹子，大帅逼知道追他的是个傻子吗？同学，旁边座位有人吗？我可以坐这吗？正聊得开心，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格子衬衫的胖胖男生站在我面前。没，不好意思，这个位置有人了。我话还没说完，凌晨一只手撑在我的椅背上，抢先回答了。小胖略有不甘，那我往里面坐，这排本来可以坐3个人。凌晨抬眼注视着小胖，能麻烦你找其他空位吗？虽然说出来的话很礼貌，但语气却有些霸道，后半句更是放慢了语速，我想和他单独坐。和他单独坐。听完这句话，我扭头去看他，没想到他也正低头在看我，我们的视线就这样对上。他戴了一副金丝框的眼镜，可是依旧能看到眼下淡淡的青色，喉结微动，额前的头发有一小缕翘起来一个弧度，看起来发丝很软。正当我沉溺在这对视中，凌晨突然微微挑眉，嘴角一翘，整个人都鲜活起来。我的心像是突然被丘比特的箭射中，心跳骤然加快，一股好闻的薄荷味传来，我眨眨眼也笑起来。讲台上老师滔滔不绝地说出长篇大论，我的笔记本和笔拿出来，半天都没记上一个字。旁边突然伸过来一只手，手掌朝上，指节纤长，指甲修得很干净，手都白到发光。一个女生如果是颜控，她就可能不但颜控，还声控、手控等等各种控。没错，就是我。这么漂亮的手，我下意识想伸手握住，还好脑子控制住了。我扭头看向这双手的主人，发现凌晨好像已经看我一会儿了。借支笔，我将手里的笔递过去，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掌，他握笔的时候一并握住了我的指尖。我的指尖像触电般立马收回来，耳根唰的一下就红了。他碰到我指尖了，好害羞，好心动，想脱单的萌妹子。极美，你尖叫的频率有些高哦，就碰个指尖而已。你单身不是没理由的，你就不懂这种心动的快乐。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聊天的时候脸上扬起的灿烂又娇羞的笑容，直到旁边传来一声轻笑声，我偷偷瞟了一眼凌晨，本来以为他借了笔是要好好学习，却发现他修长的手指捏着笔在转，身体半朝向我，一直看着我。我一直晕乎乎地沉浸在牵手和他上课，一直在看我的快乐和不可思议中，直到下课。晚上回家，我爸一脸慈祥的笑容在家门口等我。瞧瞧啊，爸爸有一个合作伙伴的儿子，也和你一样刚刚留学回来，青年才俊啊，你有没有空见一见啊？
不用了，不用了，爸爸，我还是好好学习，积累知识，争取早日进公司帮你分忧。回来2天转性了，你的水平我还能不知道？这孩子也刚回来就接手了他家公司，能力很强。老林最近日子可好玩了，你爸爸我可羡慕了。爸，我忙着上去做作业了，不说了。老头前一天还喊我好好读书，积累经验，转眼就想把我嫁出去，思维真跳跃。姐妹们出来聊天，会飞的皮卡丘，富婆有何贵干？如果你是来尖叫的，那就不必了。想脱单的萌妹子，知道吗？知道吗？林家公子知道吗？会飞的皮卡丘，母鸡啊！想脱单的萌妹子，就前几天在我们学校捐了栋楼的那个林氏，据说他家公子天资聪颖，从小就出国了，最近回来接管公司，迅速就开拓了一片新市场。会飞的皮卡丘，就那个沃顿商学院 PhD， 据说连跳好几级，传说是个学神。想脱单的萌妹子拍了拍我的小脑袋，想脱单的萌妹子，美少女和你很配呀，考虑一下。我这么厉害，发量是不是和智商成反比？那我还是喜欢大帅逼这样的。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和凌晨一起上课，没课的时候相约一起去图书馆。虽然多数情况都是他对着电脑敲敲打打的准备着，我在一旁偷偷盯着他看。一天下午，我因为闹肚子在卫生间里待了好半天，正刷着手机的时候，听到外面传来2个女生的谈话声。王琦，你们是不是和其他人组队了？最近讨论都没叫我了。对，我们组又加进来2个很厉害的男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你退出吧，现在你还来得及找其他人组队。那你能不能把之前我提出的比赛想法初稿和搜集的文献资料都还给我？赵月，你在说什么？这都是我们的成果，什么叫还给你？可最开始你找我组队，想法和所有的准备都是我弄的，你们说学生会很忙，没空弄。现在快弄好了，你拿去看看，然后就换人组队了。赵月，你乱说什么？你的材料我可什么都没看见。你这么诬陷我，小心影响你奖学金评定上学生会的意见。什么？还有这种无耻的人，抢了同学成果还借官威欺压人家。不行，忍不了，我要去帮那个可怜的姑娘。你这人怎么这么坏？抢人家学术成果还威胁他，你快把东西还给他，跟他道歉。王琦看见从卫生间里冲出来的我，一脸不爽。你是谁啊？少管闲事，这是我们队自己的事，我最看不惯这种仗势欺人的了。我都听见了，你不道歉，我就去找老师，让你参加不了比赛。我们声音有些大，吸引了走廊上一些学生过来看。王琦见人多不占优势，也不想继续说下去，横了一眼我和赵月，甩手离开。我拉着赵月去老师办公室告状，然后盛情要求他加入我们组。凌晨对于我们队多一个人并没有任何意见，摸了摸我头说开心就好。大帅逼的长相迷倒范围囊括上到80岁，下到8岁的女性群体，连食堂窗口的阿姨都记住了他。每次看见我们都热情洋溢，笑容满面。小姑娘，你男朋友很疼你哦，每个周3都帮你抢糖醋小排，今天最后一份了，都呈给你们。谢谢阿姨，他不是我男朋友，不过我正在努力啦，表达心意的每次机会都不能错过。我一边回答一边悄悄观察他的表情，他还是一副处事不惊、清冷帅气的表情，也不知道是没听到我说的话，还是听见了没什么反应。一想到他可能是没什么反应，我整个人都丧丧的，化悲愤为食欲，一块一块的啃着盘里的糖醋小排，一边啃一边在心里打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努力。吃，一声轻笑，我咬着一块小排，抬眸看向对面，凌晨黑黝黝的眼眸闪着光芒，笑着看着我，双手交扣着搭在桌面，嘴角完全没有一丝油光。不是要努力，你的努力就是埋头苦吃吗？他刚刚听见了。我赶紧咽下嘴里的肉，摸了摸嘴角的油，看了看只剩一块的小排，把盘子推到他的面前，脸上带着狗腿的憨笑。你吃，你吃。他没有看盘子里的肉，而是拿了一张纸巾伸手，我下意识地去接，他绕过我的手，那只好看的手就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自然地擦掉了我嘴角的油渍和残渣。吃饱了，我眼睛睁圆了望着他，半天忘记眨眼，乖巧地点了点头。他满意地放下手中的纸巾，认真地注视着我，淡定地开口，吃饱了，那就来说说打算怎么努力吧。自诩见过大世面的我，这刻变成了乔黛若木姬芊芊，像是被下蛊的少女。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见对面又继续发问：芊芊喜欢我吗？我已经完全没有思考的能力，全凭本能的点头。凌晨满意的嗯了一声，嘴角微微往上扬，接着继续问：那芊芊想让我当男朋友吗？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他没再说话，直接站起来，嘴角微笑的弧度更大了，然后低头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印下一吻。我同意了。直到晚上我都没反应过来，我扬言要拿下人家，结果被聊到晕头转向。我睡了吗？让我看看我是真的吗？ LC 是真的，我的女朋友，很晚了，早点休息。LC 亲亲我，哎呀，是真的，我害羞，晚安。我躺在床上傻笑，嘿嘿，我的女朋友。
这等喜悦的消息怎么能不和姐妹们分享？我转身就冲进群里。我有男朋友了，嘿嘿，他叫我的女朋友，想脱单的萌妹子，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不过真有你的，说拿下就拿下，会飞的皮卡丘，恭喜恭喜！霸道女总裁拿下高岭之花，开心的在群里聊东聊西，聊到半夜才从兴奋中缓过来，聊到他俩都睡了，我还在床上翻滚了半天，睡前好像依稀反应过来，凌晨这家伙有点腹黑，脑子转不过了，转身睡去。第二天一早被手机铃声吵醒，一条语音消息 ：LC 语音，早安，芊芊。我捧着手机傻笑，从来没觉得我名字叫出来这么好听。早上好，男朋友亲亲我，我们今天去干嘛呢？LC 先去院办提交初赛作品，然后都听女朋友安排好不好？好呀，那我们去约会吧。大学城的公交车永远都是高峰期，涌上车的一群学生冲散了我们。凌晨帅气的一把拉住我的手，拉回他的身边，然后紧紧牵住。接下来的路上，他把我圈在他的臂弯和扶手之间，用身体隔离开人群。我们共用一副耳机，听着同一首歌，而我一直抬头看着他纤长的睫毛和英俊的脸庞，在心里偷偷傻笑。晚上回学校的路上，我们从刚散场的电影一直聊到自己喜欢的电影。我说道：“我们太像了。”那有一部很好看的老片可以推荐给你。凌晨片头用视线来寻找我的视线，目光里带着一丝询问，鼻腔发出轻轻气音。一部很好看的电影，你等我找找。我掏出手机，小脸藏在手机后露了一个得意的笑。什么电影？你把名字发给我，我们下次一起去看。找到了，现在就给你看片名。我一边说着，一边扬起手机屏幕给他看。他轻眯双眼，适应光线变化。手机屏幕上开着记事本，记事本里写着我喜欢你。他看完之后，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但却伸手想来摸我的头。结果一个外卖小哥骑着他的小电驴从我身边飞速掠过。凌晨反应极快地把我拉进他的怀中，我顺势搂着了他的腰，他身上淡淡的木质香迷到了我。我的心里有一分窃喜，一分甜蜜，还有98分对外卖小哥的感谢。就在我埋在凌晨坚实带着清香的怀中傻笑的时候，头顶上传来一句低沉温柔的我也喜欢你。我的脑子里像是无数烟花炸开来，炸开前想到的最后一件事竟是还好早上出门有洗头。初赛告一段落，决赛进入准备阶段。下课时赵月问道：芊芊，明天有我们院和材料学院的篮球赛，要一起去看吗？好呀。第二天，我拖上凌晨去体育馆和赵月碰头。这里。赵月站在观众席里，跳着挥动他的手，也不知道来得多早，能站到这么前排的位置。凌晨坐在我旁边，一只手搭在我的椅背上，另一只手单手拿着手机，好像很忙的样子。比赛很快开始，我们院一开始就抢占先机，短短几分钟连进2球，我和赵月一起尖叫欢呼。凌晨拧开一瓶水递到我手里，这么激动吗？我一边喝着水一边点头。他们好厉害，好帅。凌晨看向我一脸严肃，什么？不是，你刚刚好像很忙，有什么事吗？我暗暗拍了拍胸口，还好我反应快，就家里有点事，已经解决了。比赛进入下半场，我们远超材料学院将近20分，材料学院的男生眼看正当比赛胜利有难度，开始出阴招。我们院接连2名主力都被材料学院的球员恶意撞伤，被迫下场。材料学院抓住机会一路追平比分。我在观众席上看着气成一只河豚，鼓着2腮一直在碎碎念阴险小人，没有竞技精神。我也上场，我跟你们比。芊芊，这是男子篮球赛，你上场不太行。赵月一脸哭笑不得地看着我。凌晨摸了摸我的头，像是给小狗狗顺毛一样。我出去一趟，对顺完毛的我安静了2分钟。场下突然暂停，然后我看见凌晨穿着队服上场，周围一堆女生都在尖叫。新上场的那个男生好帅呀！是啊，哪个班的呀？新来的吗？我要去要他微信。比赛继续，凌晨率先拿到球，然后一个3分空投顺利进球，全场欢呼。而他却扭头看向我，眨了眨眼，电到我浑身酥麻。我掏出手机，疯狂给场上的凌晨拍照，一边拍一边还不忘去闺蜜群里炫耀。图片我啊！上帝在造他的时候，一定把帅气这个瓶子打翻。一举一动真是帅到令人发指，会飞的皮卡丘。那上帝造你的时候是把傻气打翻了吗？想脱单的萌妹子 ，HHHH， 上帝造他的时候应该是给了 double 的花痴才对。你这就只有背影，哪里能看出帅气了？我挺翘的屁股，圆润的后脑勺，不都写着帅字吗？想脱单的萌妹子，哈哈哈！快跑，这姑娘魔怔了，后脑勺她都看出来东西了，会飞的皮卡丘，牛也！赢了！随着哨声响起，比赛结束。在凌晨和队友的完美配合下，我们院一路拉开差距，最后以89比60赢了比赛。回去的路上，我一路拉着凌晨的手，念叨不停：太厉害了！原来你篮球也打得这么好。那他们帅还是我帅？被夸的林同学远没有我来的激动。你帅，你最帅。听完这句，凌晨一脸这还差不多的表情，满意地点了点头。
日子过得很快，凌晨最近这段时间都特别的忙，我们都好几天没见了。好不容易赶在宿舍熄灯前，他发消息给我说在我宿舍楼下，我迫不及待地冲下楼。见他站在路灯下看手机，我放轻了脚步，偷偷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恰好看到他的手机。林氏，企划啊。阿晨，你最近在忙这个吗？对，我找了份实习，毕业就转正。你好棒哦。可是这个在市中心，每天通勤很远吧？小问题。他的眼底有些青黑，看来最近都没休息好。阿晨好辛苦，平常要当家教勤工俭学，现在还要每天通勤这么远去实习，我应该帮帮他。喵喵，旁边花坛里传来一些响动，打断了我。阿晨，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好像是小猫叫。我拉着凌晨的手走向花坛，花坛里卧着一只刚出生的小奶猫，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橘黄色的身体蜷成一个毛茸茸的小球。好可爱的小猫咪，看见猫就忘了男朋友吗？没有啦，我还是最喜欢你。不过它好可怜哦，孤零零的在这，猫妈妈也不见了。我想把它带回宿舍去养。凌晨看看我，脱下了他的外套，包好小奶猫，一只手抱在怀里，另一只手牵着我，把我送回宿舍。安顿好小猫躺在床上的我，想起我先是想要帮帮凌晨的。他一个人去市中心租房子实习很贵，他经济条件肯定不允许，我帮他付他又不会接受。那我要是和他平摊房租呢？这样好像不错，而且这样我们就可以同居了。阿晨，你最近实习这么辛苦，考虑找个离公司近一点的地方租房子吗？ LC， 我没事，公司附近房租都很高，我们可以合租呀。LC， 我哭，宿管阿姨刚刚来说宿舍不允许养宠物，让我把猫猫丢掉，可它好可怜啊。LC， 我们合租，你离公司近一点，我可以养猫，一举两得呀。LC， 好，那你去忙，我负责找房子。开心忍不住在心里给自己竖了一个大拇指，顺利解决，还给他留了面子。姐妹们，林氏公司附近有什么普通一点的房子要出租吗？会飞的皮卡丘，租房子？谁租？我呀，想脱单的萌妹子，你家那大别也不好住吗？为什么要租房子？语音 60S 想脱单的萌妹子，什么？你们要同居？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好辛苦，我想帮帮他，想脱单的萌妹子，我怎么就不信呢？肯定是你意图不轨。坏笑会飞的皮卡丘，牛在姐妹们的大力帮助下，我们2人1猫，一家3口顺利搬进了温馨的小窝。会飞的皮卡丘，小乔同学，同居生活怎么样啊？坏笑我，同居真的太棒了，你们知道吗？我半夜醒来动了一下，然后他迷迷糊糊的把我裹进他怀里，还拍拍我的背，怎么会这么温柔的男生啊？我太幸福了，想脱单的萌妹子，踹翻这盆狗粮点 JPG 会飞的皮卡丘，是我多嘴问，我应该在车底替我。西西，他快回来了，我要去做爱心晚餐了。想脱单的萌妹子，你做饭？你确定吗？会飞的皮卡丘，记得注意厨房安全。都是损友，等我做好发照片。西红柿、鸡蛋、葱花、生抽、鸡翅、料酒、可乐都准备好了。你可以的，乔芊芊。我一边照着食谱念到食材，还不忘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开火，倒入番茄，哎呀，好烫，放盐。鸡翅下锅煎至金黄，倒入，哎呀，都黑了。我手忙脚乱地照着食谱做好了番茄炒蛋、可乐鸡翅 ，nice。我觉得第一次下厨的我已经很有天赋了。阿晨回来啦，快来吃饭！我发现我很有厨艺天赋哦。你看，凌晨有点惊讶的小表情没逃过我的眼睛，我的心里的得意更多一点点。凌晨换了鞋，凑过来吻了吻我的嘴角。那我去盛米饭。米饭呀，我好像忘了蒸米饭，我嚷着跑去厨房接锅盖。凌晨跟着我进了厨房，看到在空空的电饭煲前一脸懊恼撅着嘴的我，不由得发出了一声低笑。听到他的笑声，我的头埋得更深了，头在低就埋电饭煲里了。凌晨用手指抬起我的下巴，然后安慰我没事，我们煮点面条，很快就好。你去沙发上休息一下。乖，我的眼神又亮起希望和崇拜。你会煮面条？试试看，应该不难。看着桌上摆的粘在一起的面条，咸到只想喝水的番茄炒蛋和甜到酷人还带着糊味的可乐鸡翅，我们默默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两个人都想要说什么，然后对视一眼，坐在餐桌前哈哈大笑起来。喵，连小奶猫都发来了嘲笑，连喵喵都嘲笑我们了。阿晨，我好饿啊，我们还是点外卖吧。原来完美的校园男神也有不会的事情，厨房我们2个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人果然不能太过得意忘形，我就不该只顾着甜甜的恋爱，忘记了我亲爱的爸爸。刚一下课就接到了老父亲的夺命连环 call， 爸爸还知道我是你爸爸，去读书就不见人影了，也不说回来看看我。爸爸，那我不是忙吗？你忙什么？忙着玩呀。我上次跟你说的去见你林伯伯儿子的事，你准备的怎么样啊？喂，爸爸，我这边信号不太好，先不说了。你个小滑头，少在那找借口，明天下午6点
锦盛饭店。你不来，我就去下面找你妈告状。哎呦，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挂了电话的我一阵头秃，老头子较真了，连我妈都搬出来了。这次不回去，肯定没那么好应付过去了。阿晨，我一脸愁容满面的撅着嘴看着他。怎么不开心啊？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凌晨扶着我的双肩，低头询问。没事，还是不要告诉他，免得他多想。真没事。凌晨的声音慢慢冷下来，眼睛注视着我的眼睛。我有点怕怕的，只好老实交代我爸以死相逼叫我回家相亲。说完，凌晨的脸已经完全沉了下来。我手忙脚乱，语无伦次地开始解释阿晨，我不是，我也不想去相亲的，我就是担心我爸，我只喜欢你的。我的解释似乎没起到作用，他的脸还是那么臭。我的嘴一下就撇了下去，想哭。他突然拉过了我，抱在怀里，我陪你一起去见你父亲啊。不要啊，直接去见我父亲，那我的小马甲不就完全藏不住了吗？不用了，我爸很凶的，会打断我的腿的。我会挡在你前面，保护你的。好疼的呀，我心疼你，我还是自己去吧，你上班也很忙。没事，我都可以安排。那真的要去吗？想不出推脱理由的又是一阵头秃。阿晨，那个我家情况稍微有点特殊，你明天见完我爸爸不要生气哦。我知道。我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疼你还来不及。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背，放心，都交给我。第二天下午，凌晨穿了一身银灰色的西装，精致又贵气，衬出他的宽肩窄腰翘臀，性感又迷人，商务精英范。我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帅哥真是养眼啊！不过以我的眼光，这身西装价值不菲。阿晨为了见家长下血本了，这得做多久家教才能赚回来啊？锦盛饭店包间，刚一推开门的，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口：“爸爸，这是凌晨，他是我男。”话没说完，就看见包间里两个两鬓斑白、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相对而坐，一个是我爸，另一个背对着门口，看不清长相，但这年纪，天啊，不会是我的相亲对象吧？我爸这是生意失败，想把我卖了吗？乔叔叔，你好，我是凌晨，是芊芊的男朋友。凌晨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背对着门的人转过头来。爸凌晨看见回过头的男人，语气很平静的问候示意，对方满意且自豪地点了点头。林贤指我爸满脸堆着笑意的去和凌晨握手，连正眼都不分给我一个。之前还想撮合你和我女儿，没想到你们这么有缘分。昨晚你给我打完电话，我可开心了好久啊。小陈啊，不介意叔叔这么叫你吧？之前就总听你爸提起你，提前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回来，年轻有为，帮你爸把生意打理得很好啊。今天一看，一表人才，不错不错。我迷迷糊糊地看着他们在饭桌上聊天喝酒，相谈甚欢，然后凌晨牵着我开车回家，洗漱睡觉。我明白了，凌晨根本就不是什么勤工俭学的交换生，他就是之前群里讨论的那个回母校捐了栋楼的那个临时公子。难怪他每次说话做事都一副胸有成竹、自信满满的样子，还有他周身散发出来的那种处事不惊、沉稳的气场，就是见多了大场面的样子。难怪他在林氏集团工作，还说什么实习怎么会看那么详细的策划案吗？难怪他今天这身西装这么贵气又这么合身。好深的心机，我就像个傻白兔，乖乖钻进了大灰狼的圈套里，还洋洋得意。我气气地掐了一把熟睡在旁边的凌晨，他动了动，转身把我搂进他的怀里，摸了摸我的头，乖宝宝快睡，我明早还有股东大会要开，我还气头上呢，他该想着开会。我又掐了一把他的腰，嚷着分手，必须得分手。凌晨转头和我对视，理由我仇富。好，那我的身家全给你。